FT 新出的这款鲁莽小家伙啊，也是 FT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出这些小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战戟、浪花巨浪，包括这一款的鲁莽。这回的盒子也是并不大的一个尺寸啊，盒子正面的包装有玩具画出来的一个图，背后这里是玩具实物的一些噱头的展示，同时和大汉和战戟放在一起的一个比例，它和战戟差了一个头吧，跟大汉的身高差不多啊。纸品方面，说明书、人物卡也是 FT 的标配。配件的内容有一颗张嘴的替换头雕，剩下还有几个小枪，我已经搭载在了身上。它配件里其实有3柄枪，3柄枪可以插在一起，搭载在后边的这个扣子上边。整体来说的质感和用料一直保持着 FT 家的一个品质啊，做工很好，料子也特别的棒。同时，在这一次的一个全身上漆的效果，其实这个黄色是有一层金属漆的涂装的，很漂亮。对着光线看的话，隐隐的一种闪光感吧。电镀的轮毂，橡胶的轮胎，质感也很好，包括整体的密合缝隙对的也是特别准的。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官方的一个设定稿吧。其实我一开始也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鲁莽它后边是2排轮，就是说后轮这个位置应该是双排的。后来直到看到了这个设定稿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它是单排轮的，就4个轱辘，包括从后背这里看的这个板子，整个的跟设定图的也是非常像的。车头的部位、整体的造型，还有这些细节的刻画吧，它有一些透明件压进去的，比如车灯、车窗的位置也是挺好看的。这里可以贴汽车人的标志。而且这一块你把它拔下来吧，其实也是可以和 MP 的一些车厢去互动的。车型的还原度非常的高了，基本上差不多。轮子滚动还是比较溜的，推车什么的无压力。然后3把小枪现在组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把它拔开。中间的这一根把下边的弹夹拉下来，这里是它的握把位置。另外的2把是枪铁色的这种金属漆涂装。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车型的一些细节吧。其实后边的这个拖挂的部分，整体来说虽然造型很还原，但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架子架起来的。虽然有一些板件堵住了这些窟窿，但是我们基本上能看出来这个大概其的结构。我一开始刚看到这个车型的造型的时候，我就觉得鲁莽嘛，变形有多难嘛，毕竟是一个小车嘛。无非你看，像当时的魔方在腿部上边这个地方啊，做了一些细小的改动啊，变形的细节想法挺有意思的。我们把这个扣子放下来，好吧，直接开始进入一个变形的过程。这个变形挺让人意想不到的，虽然用了很多的片片来进行一个里外面的翻转吧，但是整体来说上下颠倒的这个鲁莽的变形设计也算是第一次见到了。第一步，先把这2个盖子旋转个180度，我们合并起来，放到车头的后方这个位置，然后把胳膊从中间这里旋转一下，转出来。这里有一个小的凸起，肩膀头子，我们把它转正，转正。这个地方是齿轮的关节，可以听到很清脆的声音。好，然后我们从车头这里开始拆起吧。下方这儿有一些连接的卡扣，我们把它拆松。这个地方有很长的一条，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扣子，把它拆松。跟这样先拆开，然后车头左右的2边这里有2个卡扣，卡在进气格栅的2个侧面，把这个地方扣开。好，这个顶盖就可以直接的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一块整个的拉高，这一块往起翘一下，下方这里有一个特别小的卡位啊，小心一点点。进行一个里外面的翻折，
把这一块进气格栅下方的板件折叠回去。先放到这里吧，备用。然后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先把肚子下方这里的3个卡扣的位点，这地方打开，把腿部直接做出来，翻到这个方向来看吧。首先这里有一个小的锁点，把这个锁点打开，一个 Z 字折叠，贴合到位，把这个锁扣再锁上。然后这2个面板，也就是车门的位置吧，双关节折叠，注意这个根部的一个倒角啊，折叠到位，叠下去，放好。另外的一边也是，注意这个地方锁扣先打开，然后 Z 字折叠，这里边是齿轮的关节，很清脆，折上去，卡扣卡住，然后卷一下，整个的包过来，板件。接着把脚踝旋转180度，这里也是齿轮关节，很清脆的声音。好，现在下半盘的2条腿我们就变完了，不用去管它。腰部旋转180度，扭到正面来，备用。这里有接地的关节，先挪开。然后我们可以看胸口这里，它这一回的4个车轮全部藏在了胸中间的一个空当里，很巧妙的一个藏轮子的设计啊。我们先翻到车后边的这个拖挂的部位来看，把这块板子整个的拉起来，拆开中间这里的3个卡扣位置，然后侧方这里2个卡扣也拆开，这个地方掀起来这里的一个卡扣，全部的拆松掉。接着从这里看吧，这个合金的架子下方这里连接肩膀这里有一个小的挂钩挂在这里边，凹槽啊延展进去了，我们要让过这里进行一个拖，最主要的就是这一块从这里脱开。好，全部腾开位置。这个时候先把这一块折叠放过来，然后轮子一边一边的来啊，卡进去，穿过这个洞，变成一个斜着的角度，腾开更多的空间，将另一个轮子翻过来，接着再往里压一下，对准，让这2个轮子夹在整个中心的位置上，这里扣上，放成这个样子。接着把左右的这2个棍子锁的一个锁点打开，胸板往上立，翻过来的同时呢，拆开这下方这里的卡扣，再把轮子往里转，转过来以后，顺着中间的这个凹洞的杆儿往里卷，整个的卷动缩进去，上方这里2个卡扣结合，然后这2边的卡扣锁定。这个时候就看到2个轮子已经藏到了胸口的里边，而背包这里边又藏了另外的2个轮子。把这块板子贴合到下方来啊，然后把这里压合。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这里还有一个扣点，跟背包上面的这个卡扣进行一个结合，然后3项的锁定，结合压住。插合起来，哎，这回就没毛病了，完全的锁定到，然后把这个盖子放上，把这块其实先不要扣啊，立起来的这个顶盖，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往上堆叠，团起来，一个 Z 字的双折叠，接着把这一块往上卷，卷上来，上方这个地方的2个豆豆对准它的一个方向。然后上方的这2个挂钩跟这里挂上，这边也是对准豆豆，上方的挂钩卡上，最后再锁这个面板，这个面板左右还有2个小的凸起，这么放好。透明的这一块车窗呢，就耷拉在下方这里，往这儿一挂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胳膊的位置，把它的肘关节和曲肘放好。好了 ，FT 的这一款鲁莽变形完毕，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360度，我们先来环视的转一圈看一下吧。整体来说的涂装效果非常的漂亮，而且人形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还原于 G1 的。我们拿出来设定图对比一下，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玩家跟我一开始的想法一样，就是觉得这一块的肩膀鲁莽为什么一开始看的时候是一个溜肩的？其实，在G1动画的设定图里边，它肩膀就在这个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相似了，跟设定图里边几乎差不多了。整体来说，这一回的 FT 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它用了一个前后的兑换，把车头我们印象中想象的那个车头变成了拖挂的部分，又把拖挂的部分变成了人形的胸口的部分，算是一个挺大胆的尝试吧。但是最后处理完的效果也是挺有意思的，没见过这种变形方式的鲁莽，挺有趣的。最后处理完的效果也很棒，身上的合金件该用的比较危险的位置也用了合金件来替换，加上身上很多的齿轮关节，可动性也非常的好。肩膀这里抬胳膊啊，这个造型局限住了，这鲁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块呢是齿轮关节，胳膊肘折90度左右的旋转没问题，手腕左右有旋转，头部这里点头抬头左右旋转，这地方都是肘关，腰部360度旋转变形的需要。齿轮关节的前踢、后踢大概到这个幅度吧。侧踢这里并不是齿轮关节啊，是一个肘管，大概能踢到这么高。膝盖齿轮关节可以折到一个大于90度的位置，脚踝左右有接地，同时旋转这个地方也是齿轮关节。质感做得非常的棒，而且还原度也是很不错的。接着我们拿一个44出来看一下身高的比例吧。作为一个小车，这回的鲁莽的身高差不多到了擎天柱的这个位置，这根线的位置吧，胯部的这根线的位置，也是对准一个44的身高啊。同时也是变成车型的时候可以去搭载它的车厢了。整体来说素质非常的不错 ，FT 的东西嘛，质感是很棒的，做工用料都很好，变形设计，反正这个好与不好，我觉得见仁见智。但是这个鲁莽的变形很新鲜，它不会像之前的那种我们印象中鲁莽的一个变形的感觉啊。这回一个大胆的前后转换，算是在鲁莽身上解决出一个在人形和车型两个动画形态下兼顾的一个还原度。非常的不错，好玩的一种感觉。而且这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鲁莽导爷们没有吵。第一个，因为它是一个低人气的角色，它并不会像什么一些擎天柱、威震天、震荡波、声波这些高人气的角色很受市场的关注度。其次，本身这个东西的发售价并不贵，很多东西都是被导爷炒起来的。现在鲁莽的这个价格很合适入啊，400来块钱吧。400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对于如今的这些第三方市场上边，尤其 MP 身高比例，现在买一官方小车还多少钱呢？对吧？小比例的玩具，你们想想现在还多少钱呢？反正总的来说吧，这一款的素质真的非常高，没有导爷炒就是一个最好的现象。也是喜欢鲁莽的，或者说是为了搭配G1这些角色的朋友们，终于不用担心被导爷们支配的恐惧了。这一款 FT 的鲁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